前世太子身中情毒，挑了我侍寝。那夜食息之位后，他便霸着我不放。随后，我被破例封为良娣，而后又成了贵妃，享尽无上荣宠。可后来他倦了我，又有了旁的宠妃，汲汲营营10来年，最终我惨死在后宫之中。我这是重生了！快烧热水传太医，东宫那边出事儿了！瑶瑶，快跟我走！怎么了？干殿下中了迷毒，太医说那毒霸道，必须挑个清信宫女去侍寝解毒。你现在就把你那件最好的青色袄裙换上。前世我就是在这夜被当成解药送上楚瑶的床，开启了一生的悲剧。干娘，我不去，把这机会给云芝吧。前世的后来，就是云芝顶替了我，独得太子偏爱。娘娘，你莫不是真傻了？若有幸被选中，就能从奴才跃成主子。我把你当半个女儿养大，难道你想在这吃人的皇宫里当一辈子的下等人，任人踩踏吗？我自是不想，所以前世我听从嬷嬷吩咐，去了太子寝殿。可死时还不及30。嬷嬷的愿景是极好的，但这一世我想活得久一点。多谢干娘，只是疏腰扶薄，无意入后宫。殿下这等贵人，不是我能高攀的，求干娘成全。罢了罢了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，只是你不要后悔。嬷嬷，好嬷嬷，您就把这名额给我吧，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的。行了，快去准备吧。多谢嬷嬷。你们且看着吧，今夜我一定会被太子殿下选中的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小心说大话闪了舌头。等我成了贵人，自然不会忘了你们，到时候定给你们赏赐金银珠宝，让你们也沾沾光。能不能被殿下瞧上都说不准的事儿，休要在这半场开宴，毫无规矩，还不赶紧收拾妥当跟我走！舒瑶姐姐，你说云芝姐姐今晚真的能被殿下看中吗？舒瑶姐姐，你说云芝姐姐今晚真的能被殿下看中吗？应该会的，毕竟前世云芝就是她的挚爱。有刺客，保护皇上护驾！皇上，你在哪儿？娘娘，您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，喝口热汤吧。皇上吉人自有天相，定会平安回来的。皇上回到！别怕，有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皇上，云芝她……我被刺客追杀至断崖，坠落江中，是云芝拼死将我救下的。她在这世上已无依无靠，又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只好将她带了回来。
我眼睁睁看着他对云芝心动，看着他将曾经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爱意毫不吝啬地分给了旁人。听说了吗？庆嫔娘娘没了，就在刚刚被活活杖毙了。我也听说了，她与严福殿那位云娘娘起了冲突，不小心划伤了云娘娘的手臂。陛下刚一回宫，听闻此事大怒，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给，直接下旨打死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不仅仅是男人，更是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的君主。娘娘，您忧思过重，小产了。我有过孩子。陛下带着云妃娘娘下江南巡游去了，临走前吩咐，什么事情都不许打扰。夭夭，你真是走大运了。方才太子殿下回宫，对屋里的4个婢女都不满意，竟亲自点了名要你去伺候。怎么可能？此时的楚瑶根本就不认识我，怎么会点名要我？莫不是她也重生了？崔嬷嬷，那云芝呢？她也没能入得了殿下的眼吗？自是没有，殿下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将他们全都打发走了。我的小祖宗啊，殿下这会儿正盼着你呢，你可别磨蹭了。若是楚瑶重生，他怎会不选云芝？可若他并未重生，又何必指名道姓的要找我这个不起眼的洒扫宫女？过来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孤石的你，你是前院的洒扫宫女，不必跪着，到孤这来。奴婢身份卑贱，不敢伺候殿下。不必妄自菲薄，孤觉得你很好，来，伺候孤更衣吧。奴婢不敢，也不能侍奉殿下。奴婢有婚约在身，只待日后出宫，便与未婚夫成亲。求殿下开恩，放过奴婢，让旁人来伺候吧。已有婚约，行，孤不强人所难。你走吧。多谢殿下恩典。殿下，奴婢该传唤哪位宫人入殿伺候？你当孤是什么？出去！殿下，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柳淑幽那丫头呢？怎么没伺候您？备冷水，给孤备冷水！殿下，这可使不得啊！初春的冷水，您的身子怎么受得了？孤让你去备水！干娘，大清早的，您叹什么气？你这丫头生了一副这般标致的模样，昨夜多好的机会呀！若是能得了太子的恩宠，哪怕是个最低等的通房，也比这在这做苦力强100倍。干娘，那些富贵荣华，我可消受不起。若是得了恩宠，便是踏上了前世的死路。前世的太子良娣听着风光，最后还不是在柔仪宫被搓磨的行销苦里，病死榻前。你呀，白白错过了这般好的机会，当真可惜。昨夜你被太子赶出殿邑的事，如今整个东宫都传遍了。传遍了正好，过了昨夜，我这个没规矩的洒草宫女，想来和高高在上的储君，便再也不会有交集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出什么大
大事了！太子殿下去京郊视察，回来后便高热不退，已经烧糊涂了。都让开！闲杂人等退避！殿下染的是10亿呀！树妖啊，你进宫也有不少年头了吧？回公公的话，10年了。10年了，还只是个撒草的宫女。昨夜殿下好心给你脸，你却不兜着，惹得殿下雷霆大怒，将你赶出寝宫。你可知罪？奴婢愚笨，冲撞了殿下，甘愿受罚。好一句甘愿受罚！如今殿下染了10亿，正是缺人贴身伺候的时候，满宫的奴才都避之不及。你既然说要受罚，那这差事便给你了。前世这个时候就是我去照顾的楚瑶。没想到重活一世，还是躲不过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你一个惹了殿下厌弃，背后又无倚仗的宫女，我不派你去，难道派别人去？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若是殿下有个3长2短，你这条贱命第一个陪葬。奴婢遵命。你这丫头是不是傻？那示意是什么？那是沾之祭祀的催命符，你去伺候，怕是命都要交代在宫里了。干娘，总管已经下了令，我若是不去，便是抗旨，横竖都是一死。去试一试，或许还有生机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看着你从小长到大，怎么能眼睁睁看你去送死？干娘，这是您的养老钱，您拿出来做什么？钱算什么？命都没了，要钱有何用？我这就去找总管，求他行个方便，大不了这钱全都给他。干娘，公公，求公公开恩。淑幽丫头年纪小，身子骨弱，若是去了10亿的寝房，必定是九死一生。这是老奴所有的提己钱，全数孝敬公公，只求公公高抬贵手，换个人去吧。哎呦，崔嬷嬷，你这可是折煞咱家了。大家都是为了主子办事，何必弄得这般见外呢？那公公的意思是，淑渊丫头可以不去了。崔嬷嬷啊，咱家收了你的钱，自然要给你行个方便。你若实在舍不得那丫头，那便你自己上吧。咱家可是大发慈悲，如何选就看你了。你这吸血的恶狼，你收了钱还不办事儿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呸！你不得好死！崔嬷嬷，您怎么这般狼狈？总管他为难您了。瑶瑶啊，我是个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了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崔嬷嬷，您说什么呢？这伺候太子的活儿就由我去吧。不行，那是10亿，您去了怎么受得了？傻丫头，你还有半年就出宫了，出宫后你要找个好人家，好好过日子，知道吗？干娘，我自幼无父无母，崔嬷嬷是这宫里待我最好的人，她年老体弱，去了便是送死，我怎么忍心让她顶替我？况且前世我照顾过楚瑶，也不曾染过10亿。殿下恕罪，奴婢伺候不周，竟睡着了。听公公说，这段时日都是你在照顾姑，都是奴婢分内之事。姑还听说，这活是你和崔嬷嬷抢来的。崔嬷嬷年事已高，奴婢年轻抗造，理应由奴婢来。你10岁入宫，与未婚夫多年不见，想来连他模样都不记得了吧？回殿下，奴婢与未婚夫虽多年不见，但奴婢记得他是极好的人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他好在哪儿？幼时家贫，常常食不果腹，他会将自己仅有的一个馒头掰成2半，将大的一半全分给奴婢。得知奴婢喜欢花，他每日清晨都会去后山采了最鲜艳的野花，带着露水放在奴婢的窗前。还有一回，奴婢上山摔断了腿，大雪封山，是他硬生生背着奴婢在雪地里走了整整20里路，才找到郎中救了奴婢的命。殿下，这样的人，奴婢此生绝不敢忘，也不能忘。这么多年的事，难为你还记得这么清楚。只是人心易变，10年过去了，谁知他今日如何？说不定他早就在外娶妻生子，将你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人该往前看，莫被旧时误困住。
孤可帮你解了那桩婚约，还你自由之身，你以为如何？他这是在暗示我，若我此刻应下，他必定会将我纳入后院。多谢殿下抬爱，但奴婢不想悔婚。奴婢与未婚夫情投意合，此生非亲不许。柳树妖，孤不想再看见你。奴婢告退。瞧见没？又一次被太子殿下赶出来了。还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呢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魏王殿下前线大捷，即将班师回朝，皇上龙颜大悦，令教坊司排演大乐，于庆功宴上贺喜。因教坊司人手短缺，各宫均需抽调2人协助。东宫选派者柳书瑶、云芝。书瑶，你命真好，被教坊司选中了。去教坊日夜排练是个苦差事，有何命好的？你懂什么啊？我可是花了不少银钱才买通公公揽下这活的。那日我进殿伺候，太子殿下一个眼风都不曾给我，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，他对我无意。君若无意，我便休，我才不要在这东宫里耗尽青春。我寻思着，庆功宴那日，满殿皆是王公贵族、天皇贵妓。若我能在宴席上出彩，被哪个权贵瞧中，往后便是一生富贵。柳树妖，这可是咱们翻身的绝佳机会。荣华富贵向来伴着刀光剑影。哼。先一炷香。东宫来的小贱蹄子，仗着几分姿色就想抢风头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他！是你在背后推我！放肆！圣上钦点为魏王接风的庆功宴，你们竟敢在排演时如此避滥嬉闹！司务嬷嬷明侦，是他方才在背后悄悄伸脚绊我，又推了我一把，我才站立不稳，连累了柳淑雨。嬷嬷明察，奴婢绝对没有，明明是他自己为了出风头，动作太大乱了步伐，自己摔倒也就罢了，还想诬陷奴婢。够了！教坊司重地，岂容你们在这儿大呼小叫？身为武者，连站都站不稳，分明是疏于练习。你们2人即刻去大门外跪着，罚跪6个时辰，少一刻都不许起来。这就是皇宫的规矩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忍耐是我唯一能做的事。那不是东宫拨来的宫女吗？怎能在这儿受罚？准是想出风头不成，被司务教训了呗。若让我翻了身，定要扒了那个贱人的皮。在这吃人的皇宫里，是非黑白全凭上位者一句话。太子殿下驾到！殿下您看，这飞天舞阵讲究的就是一个轻盈飘逸、如梦似幻。奴婢特意挑了教坊司里最拔尖的苗子。
舒瑶，太子殿下好像在看你。你看错了。为何要罚他们跪着？回殿下，那2个宫女今日排练时偷懒，还不服管教，奴婢便罚他们跪一跪，长长记性。你跌倒了，给姑看看，可有哪里伤着？回禀殿下，这位姑娘脚踝处是重度擦伤，虽然未伤及筋骨，但这几日天气炎热，极易化。那还不快点上药！若是留了一丝疤痕，不要你们好看！是，微臣一定尽心。微臣这就用太医院最好的生美雪凝膏。殿下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推搡云芝姑娘了，求殿下开啊！把他们的嘴堵上，拖远点打，别脏了这里的清静。殿下，药已上好，这几日切记不可碰水，需静养。出去！太医说了，这几日伤口碰不得水，别练武了。这段时日就在房中安心休息。这下人房又闷又热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若愿意，回东宫也可。柳舒瑶，姑原本不打算管你的事，可是今日看你跪在那滚烫的石板上，姑又忍不住想，你的膝盖可会疼，身子受得了吗？就连你欺瞒姑的事，姑甚至都忘了降罪。你那未婚夫1年前便已悔婚，将更帖寄还给你，转头另娶了旁人。你倒好，为了躲避姑，竟敢在姑面前扯什么非亲不许。我没想到，堂堂一国太子，竟把心思花在一个扫地宫女的过往上。奴婢犯下欺君之罪，罪该殿下责罚。你宁愿死，宁愿跪，也不肯向姑服个软。够了！姑并非什么吃人的洪水猛兽，姑对爱人亦会温柔，会将他捧作掌上明珠。你相信吗？我信的，他从前确实如此，所以我爱他爱到想据为己有。也正因此，云芝再度入宫后，我心中有气，不准他找旁人侍寝。往常我置气，他会好生哄着我，可那次他却说：“贵妃骄纵，该磨磨她的性子了。”这便是那位恃宠而骄、不知死活的贵妃。仗着几分姿色就敢左右圣心，活该受着冻肉之苦。陛下，陛下，天寒地冻的，贵妃姐姐身子娇弱，罚也罚过了，不如免了她的责罚吧。好，都依你。奴婢知道，殿下会对心上人好。那奴婢便遥祝殿下日后与爱人琴瑟和鸣，儿孙满堂。你不必句句都与姑划清界限。你无意，姑也不强人所难。今日是姑最后管你一次，日后你好自为之。
太子殿下摆明了对你有意，连这等贵重的西域生机膏都舍得赏下来了。你倒好，偏要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。你当真是个傻子，竟把这泼天的富贵往外推。这富贵太烫手，我命贱，消受不起。罢了，你不争，我争。我已经重新拿回了领舞的名额，这次庆功宴我定要拔得头筹。上辈子我争得头破血流，最后不得善终，这辈子我只想要自由。舒瑶，舒瑶，烈庭那边出宫名单放出来了，快走，好多人都去看热闹了。舒瑶，你快看，这批出宫的名次放出来了。真的是我的名字也在，咱们终于熬出头了！真羡慕你们，还能清清白白的走出去。等我出了宫，我就回老家买几亩良田，安安稳稳过日子。你呢，舒瑶？我想去沧州开个小面馆，从此天地广阔，再不用困在这四方红墙里了。走吧，过几天复核名册贴出来，再来确认一遍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名字怎么没了？不对，这名册不对，我要去找长氏姑姑问清楚。我绝对不能留在这里，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姑姑，复核的名字可是写错了，为何只有我和云芝的名字被划去了？急什么？这对你们来说可是天大的福成。皇后娘娘体恤魏王殿下孤苦，要为他挑个贴心的侍妾。你和云芝姿容出道，都在待选的名单里。待魏王回宫后，在庆功宴上看他如何选择，再决定你们的去留。若被选中，可是从此飞上枝头，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前世魏王楚昭松并未在宴上挑选侍妾，而是娶了钟永侯的长女，一世一双人。只是他有野心，在楚瑶登基的第6年起兵反了。成王败寇，楚瑶，我绝不沦为你的阶下囚！楚昭松心怀野心，绝不会把精力放在挑选宫女上。既如此，我还是能顺利出宫的。我不行了，肚子绞痛的厉害，根本站不起来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马上就要开宴了，灵武突然病歹，若是皇上怪罪下来，咱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柳舒瑶，你与云芝日日在一处排练，动作最为熟练，这个灵武的活只能交给你了。嬷嬷，我不行的。现在顾不完那么多了，你不跳，整个教坊司都要掉脑袋！快去换武衣。上辈子我也曾高坐席间看宫人起舞奏乐，后来为了争宠，又去教坊司习武。够了，贵妃当有贵妃的样子，莫要学那些下贱的乐姬，丢了皇家体面。分明此前云芝曾以义武引得他夸天人之姿，原来不爱后做什么都是错的。只要遮住脸，跳完这曲，我就能平平安安的离开。哎，真是可惜了，今日这般排场，谁知太子殿下偏偏奉旨去沧州视察了，要明日才归呢。白瞎我苦练这么久。太子殿下当真不在？这还能有假？领边公公亲口传的话。太好了，楚瑶不在。奴婢该死，魏王殿下恕罪。魏王殿下，您的东西。殿下，多谢。
魏王平乱有功，本宫看着这些丫头都挺水灵的，你上前挑选一个，留作侍妾吧。哼，本宫瞧着那个穿绯红舞衣的丫头就极好。方才这宫女的面纱落在了你的岸上，也算与你有缘，不如就选她吧。魏王一向洁身自好，从来不近女色，只会有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，他应当会拒绝的。多谢母后，就柳氏吧。姐姐真是好福气，竟能得了魏王殿下的青睐，可不是吗？魏王殿下不仅生得俊朗无双，性格更是温润如玉，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富贵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。袅袅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你当真是富贵之人。不过是从一个吃人的火坑跳进另一个未知的囚笼罢了。傻丫头，别说这种丧气话。魏王殿下和煦宽厚，是出了名的端人正事，他定会好好待你的。袅袅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已与魏王殿下暗中相识？干娘，您是看着我在宫中做事的，我连王王的面都没见过几次，何谈相识？那就奇了怪了。若是素不相识，今晚在大殿之上，他怎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准确无误地知晓你的姓氏？今生我与魏王交集寥寥，他怎会知道我姓什么？可前世我与他也无甚接触，少有的几次见面都陪在楚萧身侧，除了那一次。贵妃娘娘，寒风刺骨，当爱惜自己的身子。我如今是个被抛弃的废人，还有什么好爱惜的？相信本王，你的前程一定会很好很好。那次见面后没多久，他便反了，惨死在阵前。而我的前程也并不好，孤苦的病死在冷宫。好久不见，舒瑶。上次一别后，本王原想博一个皇位，只是到底不敌皇兄，没能将许诺的好前程给你。王爷这是何意？舒瑶，你可知当时你满心满眼都是皇兄的样子，看得本王好生羡慕。本王总想，若能得一人如此对待，该有多好。好在苍天顾怜，让本王重活一时。这一次，本王抢在皇兄之前要到了你。柳舒瑶，皇兄能给你的荣华富贵，本王一样可以。是本王梦浪了，不急，我们来日方长，本王有的是耐心，等你慢慢接纳。皇上口谕，有紧急政务需立刻召见殿下，请殿下速速前往御书房。
你先回去收拾行囊，稍后本王派马车来接你。奴婢见过太子殿下。姑是正巧路过，歌舞作罢，宫女们都要回各自宫中当值。你随姑回东宫吧。殿下恕罪，奴婢已不在东宫当持，不敢擅越。姑记得你是沧州人士，尝尝家乡的味道吧。奴婢不敢受殿下赏赐。姑原是不想见你，但这段时日，姑总梦见你。梦里你好像是姑的良娣，又像是姑的贵妃。姑总觉得你原该是姑的人，但姑不强迫你。姑看了，出宫的名次没有你，既不想出宫，便在东宫安生待着。与姑回去吧。柳树妖，柳树妖，你收拾好没有呀？跟了魏王，富贵之后可别忘了我呀。太子殿下，奴婢叩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千岁万福。跟了魏王，你说谁要跟魏王？殿下，您不知道吗？昨日庆功宴上，魏王看中了柳舒雅，皇后娘娘已经亲口做主，将柳舒雅赐给王爷了。小心些，别摔着。殿下放心，我从小爬树可厉害了。殿下，甜吗？甜。阿瑶，殿下，请您自重，请您自重。你休想去魏王府，你是姑的人，生生世世都只能待在姑的身边。殿下，皇后娘娘的懿旨已下，您强留奴婢是在抗旨。姑是太子，未来的天下都是姑的，姑想要谁，谁敢阻拦？瑶瑶，你既有前世记忆，为何要装作不认识我？为何要拒姑于千里之外？殿下既已忆起过往，找云芝便是，又何苦找奴婢？你这是在怨姑宠云芝吗？
奴婢不敢，殿下宠儿谁是殿下的自由？奴婢只想出宫，过平凡安稳的日子。那若姑与你说，姑对他从来无意呢？殿下现在说这些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有意义，因为前世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殿下所谓的为了我，就是让我在这深宫里任人践踏，最后病死在柔夷宫吗？不是那样的，你听姑解释。那时姑初登大宝，决意革除石壁，此举引得朝野上下那些世家干维愤恨入骨，他们不敢对姑当面发现，便将气全出在了你的身上。他们唾骂你是妖妃，弹劾你蛊惑圣心。那次秋收围场猎杀，刺客要杀的也并不是姑，而是你。为免你沦为众矢之的，成为他们发泄的靶子，姑这才将云芝带入宫中。姑假意宠她，冷落你，只是想护你而已。那庆嫔呢？殿下残忍地将她杖毙，难道也是为了保护我？是，庆嫔曾与你争抢珠花，推搡之下令你坠落寒塘。太医说那次落水让你从此难以受孕，姑一直记着这笔账，姑隐忍不发，就是想有朝一日替你连本带利地讨回来。后来姑以寻绎为由下江南，也是为了将南方的门阀世家连根拔起。姑拼了命的想要尽快把那些人逐出朝堂。姑在江南的每一个日夜都在盘算着回去后该如何弥补你。可姑等来的却是你病逝的消息。那日姑累死了4匹马，一路赶回皇城，顶着满朝文武的压力，以皇后之礼将你下葬。你以为身中情毒那日，姑当真是随手一指吗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得了姑的身。姑是早便对你起疑。阿瑶，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好生奇怪，前世我苦苦哀求他多看我一眼时，他冷酷无情；如今他说的这般动容，可我心中竟连半点涟漪也无了。殿下，君主若要用冷落一个女人的方式来保护她，那只能说明是君主无能。那些年，我吃了太多的苦头。柔夷殿的冬日，连银炭都寻不到。崔嬷嬷为了给我讨一口热水，在风雪里跪了3个时辰。姑不知道，姑真的不知道。殿下说做戏要做全套，艰难到连云芝都看不下去，要偷偷给我送来冬衣度日。殿下口口声声说冷落我是为了演戏，那殿下对云芝呢？殿下宠了云芝那么多年，金银流水般的赏赐，日日夜夜的留宿。若当真只是做戏，殿下又何必在云芝身上花那么多心思？我与庆嫔是有过嫌隙，她骄纵，我固执。可那日争夺珠花，她不是有意将我推入水中，事后她也后悔，朝我磕了无数个头赔罪。
后来我失宠，被所有人踩在脚底，也是他暗中照拂，帮我严惩了怠慢我的下人。庆嫔入宫早，此时才刚满20岁啊！她这一生尚未开始，便因为你那自以为是的宠爱与斥候，潦草且凄惨的结束了。殿下为臣妾做了那么多事，可臣妾只记得那些被殿下碾碎的人。殿下总说为我好，可我过得很不好。如今我对殿下当真无益。启禀太子殿下，魏王殿下带人堵在前殿，说要找回他的侍妾。殿下，皇后娘娘降下懿旨，令您立刻放蜀药姑娘回去。姑不放人，谁来要姑都不放。阿娘，姑失去过你一次，前世姑看着你在那冰冷的宫院咽气，姑的心都碎了。姑不能再失去你第2次了。殿下是有风骨之人，殿下曾经亲口对奴婢说过，您绝不会强人所难。那姑这次偏要试试强人所难呢？皇后终究是楚瑶的生母，见她如此固执，还是撤了那道懿旨。恭喜刘主子，贺喜刘主子！刘主子您瞧，殿下说了要将您纳为良娣。按理说妾室只能穿水红，可殿下执意给您选了匹正红的料子，说是要亲自为您的册封理裁衣。这等泼天的恩宠，放眼后宫可愁一份啊！知道了，放下吧。明夜宫中有宴，防备松懈。本王会派人助你逃离东宫，接应的马车就在宫外候着。若信本王，便来。干娘，您一向最守宫里的规矩，今日怎敢为我私传误王的字条？若是被查出来，这可是掉脑袋的死罪啊！规矩，我守了一辈子规矩，换来了什么？瑶瑶待在这吃人的宫里不开心，那便出去吧。干娘老了，走不动了，但干娘总是想你好的。今夜是魏王楚昭松许诺送我出宫的日子，只要穿过这道垂花门，就会有他的人接应我。楚瑶这几日愈发疯魔，东宫的守卫比往常多了1倍，我绝不能被抓回去。都给咱家睁大眼睛！太子殿下吩咐了，连只苍蝇都不许飞出东宫。若是惊扰了柳姑娘，要你们的脑袋！是。不好，巡查的路线怎么变了？他们若是再往前走10步，必定会发现我。抓贼啊！快来人啊！公公！
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嚎什么丧？哪来的贼人？奴婢方才亲眼瞧见的，一个黑影嗖的一下就窜进后殿去了，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刀子呢，吓死奴婢了。什么？这还了得！快随咱家去后殿拿贼，若是出了岔子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总管大人，那边奴婢亲眼看见贼人往那边跑了。快走，我们不是敌人。原来那日木谋花下一起前世的不止楚瑶，还有云芝。我们确实不是敌人，即便前世后来同为妃嫔，争宠时他亦光明磊落，绝无阴私。姑娘，趁现在，快走！刘姑娘，这是王爷为您准备的马车。王爷已打点好沿途所有关卡，只要您上了车，今夜便能顺利出城，彻底摆脱太子的掌控。我不上这辆车。姑娘，您在说什么胡话？现在可不是使小性子的时候。与其在这两个男人权势缝隙中担惊受怕一辈子，不如我亲自去搏一个彻底的自由。我的命只能握在自己手里。保护皇上，抓住西塞角的刺客！哎呀！太医，太医在哪里？快救他！瑶瑶，你撑住！太医，快来人！你撑住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在马车上吗？姑娘忍着些，老臣要拔剑了，这剑上有刀刺。你是个忠勇的丫头，若不是你舍身挡下那一剑，朕今日怕已遭不测。说吧，你救驾有功，想要何赏赐？无论是金银珠宝，还是位分恩田，朕统统搭陈你，绝不食言。父皇，他受了重伤，神志不清，赏赐之事不容日后再议。奴婢不求金银，不慕荣华，只求皇上能赐奴婢出宫，与奴婢此后婚嫁自由。他拼了命，竟是要与我彻底划清界限。疏友，留在东宫，皇兄只会把你当做制衡世家的棋子。只要你跟了本王，本王定会护你周全，不让任何人伤你分毫。殿下若带我走，可会娶我为正妻？舒瑶，你是聪明人，应当明白本王要成大业。况且，
皇兄前世也只是给了贵妃之位，并未将你封为皇后。舒瑶，你又何必执着于区一个名分？我知道，重活一世，楚昭松依然会选钟永侯的独女为妻，毕竟侯府掌握一半兵权。好，朕成全你。他起兵反叛，是为了满足他的野心，而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借口。传朕旨意，赐柳舒瑶100两黄金，待伤愈后放其出宫，亲赐其婚嫁自由，任何人不得强迫阻拦，违令者严惩不贷。遵旨。谢皇上。原来你不惜自伤，也要与孤诀别。阿瑶，你竟这次厌恶孤。殿下，奴婢只问一句，您能娶奴婢为正妻吗？阿瑶，你知道的，太子妃之位讲究出身门第。奴婢可以不当太子妃，殿下若执着，奴婢给殿下最后一次机会。阿瑶，你说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。奴婢不想做皇妃，那殿下也别做太子了。殿下陪奴婢一起去做个庶人，隐姓埋名，白头偕老，好吗？阿瑶，我做不到。那便请殿下放过奴婢，也放过您自己吧。阿鸟，你出了宫之后要做什么？自然是回老家沧州开个面馆去。开面馆，那抛头露面的定会很辛苦。若有难处，姑我可以派人。民女的手艺还算拿得出手，养活自己不成问题，就不劳殿下费心了。殿下说过，皇上盼您能成为如尧舜般的明君，故为您赐名尧。愿殿下治下海晏河清，山河永坑。好，借你吉言。老板娘，再来一碗阳春面，多加点葱花。好嘞，客官稍等，马上就来。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买菜要看成色。前世庆嫔常说，若不嫁皇帝，便嫁个寒门贵子，能受得住他脾气的那种。如今看来，他终于如愿，获得了平平淡淡的幸福。老板娘，来碗金丝杂面，要大碗的。年少时总觉得做贵人有千般好，真做了一回，才发现不过如此。在这宫墙外头呼吸一口空气，都觉得比宫里甜，还是自由之身最好啊。对了，舒瑶，你这摊子生意这么好，还缺人手不？怎么，你要来当厨娘？我可不行，是宫里那位让我给你送个人来。